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表面看，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刚结束的四中全会，应该是中共党内基本和谐，未来路线基本不变。但思维敏锐的您，看问题不会只停留在表面。您可能会问，和谐这个概念好像很难解释会议前突然官宣9上将落马，也解释不了这次会议军方历史性大缺席。在目前的中国经济状况下，中共选择保持经济路线不变，这是中共高层稳定的表现，还是犹豫不决的结果？今天我们就谈谈这些话题，希望您也把您有关想法在我们节目下面的评论区和大家分享。先解释一下，我一直是美东时间每周六晚上出一期节目，但因为这个周末有事儿，这周我就在周五出这期节目。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共的四中全会10月23日刚结束，我们趁热打铁，在24日做这期节目。我在上期节目结尾时，我讲到了我当时的核心观点，就是习近平对军方的实际把控应该是出了问题，但是各种迹象又显示，新华社、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目前还在支持习近平，因此媒体上对习近平的吹捧应该还会持续。另外，中共权力的核心在四中全会应该不会出现转移，但是中共高层权力的裂缝必然会大大增加中共权力体系未来的不稳定性。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上期没有机会深入解释为什么我不认为习近平会在四中全会失去权力。我得出那个结论的逻辑推理过程其实很简单，中共目前高层的各个派系，无论是谁，包括习近平，包括张又侠等，在有一点上其实是高度统一的，那就是维护中共的统治地位，这是符合他们的共同根本利益的。他们的权力斗争绝对不是想动摇中共的统治，更多的只是权力斗争中各方要么是为了自保，要么是希望扩大自己在中共体系内的权威。他们绝对不希望这些权斗危及到中共的统治基石。维持中共的和谐形象，无论是对内继续统治中国人，还是对外维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共形象，都至关重要。特别是习近平早就定好了在10月底要和川普在韩国进行关乎中共未来经济命运的峰会，维持中共的和谐形象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所以四中全会的表面和谐应该是意料之中的。此前我也反复强调过，中共权力体系的黑箱运作方式注定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从外部的表象来推测那个黑匣子内部可能发生了什么。我所学的专业的一个核心研究方向就是信号与系统，这个学科的核心结论就是仅仅根据一个黑匣子系统的输入和输出信号，我们就有可能推测出这个黑匣子系统的系统属性，特别是我们能推测出系统内部是否发生了某种变化。同样的概念可以适用到中共政治黑箱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头脑清楚地知道哪些消息真的是这个体系的输入和输出信号，而哪些是外部的纷繁的噪音。当然，推理过程的逻辑严谨性也非常关键。那么围绕这次中共四中全会，哪些是不争的事实呢？首先，在开会前夕，中共军方官宣9名上将落马，其中包括位列中央政治局的中共军队第3号人物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涉案的级别之高，涉案人员之广，史无前例。被官宣的这9大上将，从背景看都属于习近平的军中嫡系，习近平对他们都有知遇之恩，其中特别向
苗华那样的人，他的整个早期职业生涯都在第31集团军的政工系统度过，时间上与习近平在福建的17年任期完美重合。2017年以后，苗华被习近平安排主管军队人事和政治，给军队体系对习近平的忠诚度把关，为习近平在2022年第3次掌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都是基本事实。此外，军委副主席和8大上将落马，这个重磅消息的发布渠道和过程也是不同寻常，和历史的惯例相比也是非常不同。特别是中共新华社和央视在转发这个消息过程中的矜持表现，非常耐人寻味。这些也都是基本事实。四中全会开始后，全世界都注意到这次四中全会是毛泽东时代之后出席率最低的一个会议。205位中央委员中有168人出席，出席率只有 82%， 就是加上出席率比较高的候补委员，总共的出席率也只有 83.8%。 历史上有记载的出席率最低的是1978年的三中全会，但是那次的出席率还达到了 84.4%， 比这次还高。造成这次四中全会成为中共近50年出席率最低的会议的一个核心原因是，中共军队系统代表的出席率低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在这次缺席的37个中央委员中，居然有27个是中共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大家应该还记得，在2024年7月的20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有2位上将中央委员李尚福和李玉超被干掉了。目前在中共20届中央委员中，有42个委员是属于军队系统的，其中上将有33个，中将有9个。在这42名军队委员中，居然这次有27人缺席，缺席率高达 64%， 这是一个什么神奇的概念？其中上将中央委员的缺席率尤其高，有22个上将委员缺席，高达2/3。而且这些缺席的上将涵盖中共各军种的司令员和政委，除了空军之外，其他各军种是全军覆没。在中央军委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中，除了联合参谋部的徐启林外，也是全军覆没。细看缺席的这22个上将，有11个已经被官宣落马，其中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在开会前紧急官宣的那9个上将。至于另外11个上将为何缺席，没有任何的官方解释。如此匪夷所思的现象都是事实，而非网上传言。因为过去1-2年对中共军队高层的持续清洗，在这次四中全会开始时，原来有7个成员的中共中央军委就只剩下了4名成员，其中中央军委副主席还有一个空缺。但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这次四中全会却只是把已经在中央军委任委员的张生民升为军委副主席，填补上了何卫东留下的空缺，但是没有其他的中央委员被提拔进入中央军委，造成目前中央军委3个主席和副主席领导1个军委委员的奇怪格局。而这种非同寻常的安排也是没有争议的事实。在看到围绕四中全会出现了如此多的不同寻常的事情后，我不知道谁还会真的相信中共内部，特别是习近平和中共军方的关系，目前还是和2022年20大刚开完的一样，是完全和谐的呢？可能有人会说，大家主要关心的是习近平的权威是否被挑战。四中全会的所谓和谐状态，似乎显示习近平的权威没有受到任何威胁。对于这一点，我在这期节目开始时已经就这个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当然，目前大量军方高官落马，
这个现象和习近平的权威之间到底有什么逻辑关系？这一点其实并不是很清晰，这也就成为目前网上争论的核心。目前网上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可以分为2大类。第一类观点是，这些对军方高层的清洗都是习近平亲自指挥，至少也是得到习近平亲自批准的行为，目的是用这样的方式清洗中共军中用不同方式挑战习近平权威的各派势力，因此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清洗，正是习近平权力如日中天无人敢撼动的表现。而第二类观点是，这是习近平的威望在减弱，特别是他在军队中的权威已经被架空，因此面对中共军队内部的权力斗争白热化到这种程度，习近平也只能无奈观望，而没有什么能力进行实质性的干预了。表面看这2种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但是我这里希望大家能把这2类观点都往纵深再分析一步。只要你深入再分析一步，你就会清楚地看到，无论是这2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是真实情况，其结果都暗示中共和习近平的麻烦很大。首先，我在上期节目中说了，我认为第一类观点背后的逻辑很难成立，因此我更倾向于认可第2类观点。但是为了我们讨论的全面性，我就不妨假设中共当前的情况就是第一类观点描述的那样。那意味着什么呢？中共自己的喉舌新华网在2022年10月20大召开后刊登了一篇标题是“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的这样一份报道，核心内容当然是给习近平歌功颂德拍马屁，但是文章也的确透露了一些习近平亲自挑选20届中共领导层的细节，显示20届中央委员会及以上领导的人选，特别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成员，都是习近平认真研究后做出的个人决定。20大是2022年10月下旬才召开的，但是文章说，从2022年年初开始，习近平就开始主持筹备20届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人选工作。习近平选人的办法不是靠过去中共内部海推和海选的方式，而是采用习近平亲自谈话调研的方式。文章说，习近平本人亲自与30名中央高层谈话，广泛听取了283名中央委员、省部级干部和军队将领的意见，由此定下了20大的中央委员及以上的这个人选。文章还特意说，在选人时，习近平强调的是所谓政治标准第一，严把政治观廉洁观，而不是简单的以票取人。把这个话换成我们老百姓能懂的大白话，那就是20大中央领导层的选择根本没有走中共自己所谓的党内民主途径，基本就是习近平用对自己忠诚为标准钦定的。所以20大后，中共高层应该都是愿意听习近平话的，宣誓为习近平效忠的人。但是中共党内当时进入全面承认习近平帝王权威的这个新状态，绝不意味着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因此会结束。恰恰相反，那只是群臣权斗新形势的开始。在中共各派势力争夺习近平信任的博弈中，同样可以是你死我活的激烈。因此我们在20大后这3年看到中共高层落马的级别和数量，甚至超过了20大前的程度，全是内斗的结果。前面讲的第一类观点，应该就是说，习近平目前的权威在中共内部依然是无人能挑战的。因此目前中共高层，特别是中共军方高层出现的空前的落马潮，主要是习近平下面的人为了争权，甚至为了赢得习近平的信任而进行的
互相残杀，而不是针对习近平的反叛。如果真是这种情况，从目前中共内斗落马的人来看，习近平的脑子或者身体真的可能出了大问题了。虽然20大后中共高层都是习近平认可的人，但是就是在他们中，在和习近平的关系上也还是有个远近亲疏的区别的，不然就不会在中共官场上出现例如福建帮、31集团军、枝江新军等政治派别这样的名词。这些名词都是因为某些官员和习近平在何时建立的老关系而确立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落马的9上将，排名第2的苗华，他在31军的履历，他和习近平在福建17年的事业交集，就让他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同一般。人的一生有多少个17年？特别是在习近平试图停滞期结交的人，那样的交情，互相之间的了解，那绝对不是习近平成为中共核心后能够随便找到一个人可以信任的替代的。没有一个当权者可以不依赖自己信赖的嫡系人马就能延展和实施他的权威的。习近平的权威就是靠苗华这样的位高权重的老部下在中共的军队体系具体展现。说苗华贪腐上千万，中共军队系统的高官上千万连个毛毛雨都不是。去认真查查，中共哪个从军队底层一路干到上将级别的人没有一点经济问题的？谁都知道，让苗华落马的绝对不是这个上千万的贪污款，而是中共内部派系和权斗的结果。按照第一类观点描述的，习近平还是中共的绝对老大，只有得到习近平的拍板认可，苗华的案子最后才可能被坐实。那么习近平对苗华这样几十年的嫡系，居然因为区区上千万而一撸到底。苗华落马后，连习近平安排的军队人事上苗华的接班人何鸿钧也被一并给打下马了。习近平有没有想过以后他还可以依靠谁在军队为他的忠诚度把关呢？而且这次还不是苗华一个人，或者是苗华的军委政工部一个部门的事儿。这次落马的9大上将，虽然不是每个人和习近平的关系都能和苗华和习近平的关系那样铁，但是大多数也都是有实实在在的习近平御林军31军的背景的。那么习近平为什么会认可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这实在让我也非常费解。我听到一个台湾大 V 对此的解释是这样的：习近平想打台湾，但和台湾关系密切的福建部队，甚至是东部战区的一些人都不愿意打台湾，因此习近平是针对反战的东部战区下手，来杀鸡儆猴。我不认同这个说法。如果真是这个原因，习近平抓几个东部战区的中将级别的军官就足够了，把何卫东和苗华这个样顶级的人拿下来，还都是自己的嫡系亲信，多年培养的亲信，这个做法和打台湾的目标完全是南辕北辙。在第一类情况属实的前提下，我是挖空心思就只能想到一个解释，那就是要么是习近平的脑子坏了，要么是习近平怠政躺平不管具体事儿了。如果习近平连根除苗华给自己带领的后果都想不明白了，或者是如有人说的用大义灭亲来给自己树立更大的权威，那习近平的脑子不是坏了是什么？一个通过拿刀子往自己身上狠狠的捅来吓唬别人的人，脑子一般都不太好使。另一个情况是，习近平因为身体或什么其他的挫折，而在过去1-2年出现了怠政的情况。很多事情习近平选择不具体管了，包括他的嫡系被人拿下，他也懒得管了。困扰明朝数10年的东林党和宦官之间的派系斗争，它的起点就是明朝万历皇帝在执政中期突然开始出现怠政的状态，多年不早朝。
奏折动辄积压就是几个月不看。皇帝不管了，东林党和宦官为争夺实权就开始打得不可开交了。这一斗就是几十年，把整个明朝的根基都给斗垮了。我也承认上面这些解释有点牵强，但是按照前面讲的第一类逻辑来推理，你告诉我还有什么其他的更合理的解释？如果习近平的脑子真的不好使，或者是因为某种原因开始怠政，如果习近平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中共还有绝对的权威，你告诉我中国的前景会如何？分析完我很难理解的第一类观点，也就是认为习近平对中共军队依然有绝对权威的那个观点。下面我们再来分析，如果第二类观点是对的那个情况，也就是习近平的威望在减弱，特别是他在军队中的权力已经快被架空了。中共军队内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他的嫡系被纷纷打落下马，习近平却没有能力进行干预。我一直认为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些。如果这个情况是真的，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基本就回到了我今天开篇提到的我上期节目的那个结论。不妨假设目前军队中真正掌权的就是张又侠。我们前面分析了，和习近平同为红二代的张又侠，在维护中共统治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认识是高度一致。过去1年多，我们在网上时常就看到张又侠又要被查的爆料消息，特别是在李尚福和火箭军被一锅端后，张又侠是下一个目标的说法满天飞。这其实都不是偶然的，中共内斗很多都有海外造势的操作。张又侠当然清楚这个，因此张又侠需要在军队掌握实权，最大的动机可能就是自保，确保自己不被政敌干掉。他并不一定有想法一定要夺取习近平的权力的那个欲望。只要习近平不干预，他在军动中清除异己，他自然会从方方面面配合习近平在各个场合表演一尊的形象。况且在军队以外的那些机构，包括中共媒体新华社了、外交部了等部委，他们中还有人可能还在积极维护习近平，给习近平当吹鼓手。这样一来，我们看到的自然就是刚刚的四中全会展现的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那个和谐场景。在习近平失去对军队的部分控制权后，掌权的人却并不想挑战习近平的根本权威，而且还和习近平在维护中共这一点上高度一致。在这样的情况下，四中全会做出未来经济路线基本不变的决定，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此外，这次四中全会，中共军委纪检委书记张生民升任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现年67岁的张生民，从1978年在原兰州军区入伍后，很快就成为连队政治指导员，直到2017年1月，最终成为中共军委纪检委书记。他的整个军旅生涯几乎都是在中共军队的政治工作体系内摸爬滚打的。他是习近平快速提拔起来做军中打手的。同时，过去1年中，中共军队高层如此高级别的大范围落马，包括对习近平老部下的清洗，其中应该也都有张生民直接操办的因素。因此我完全无法看清张生民的派系关系。但是中共选择军委纪检委书记成为军委副主席，提拔一个政治官员而不是一个军事官员，其中传递的信息很明确。今后军队高官头上悬的这把利剑只会盯得更紧，变得更有力和可怕。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我以前节目还有网上很多人在分析推背图46项中有关有意军人申代公的说法时，都猜测这个申代公将军可能就是姓张的张又侠。后来甚至网上有人说习近平也很忌讳这个说法，甚至影响到习近平和张又侠的关系。这些说法当然都属于坊间野史无从查证的这个范畴，但是把另一个姓张的张生民提拔为军委副主席，这至少让张又侠不用再一个人去背那个申代公的将军的这个锅了。好，
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